掉牙和寿命有关，60岁的人牙齿剩多少颗才正常？看看你达标吗？老吴今年刚满60，平日里身体硬朗，爬山遛弯不在话下。可最近他心里有点发慌，原因是牙齿陆陆续续开始掉了，门牙的空隙越来越大，连咬苹果都觉得费劲。一次和老朋友聚会，大家聊到牙齿健康，有人提到，听说牙齿掉得快的人，寿命可能也不长。老吴的女儿知道了，赶紧劝他去医院看看。口腔医生检查后，告诉老吴他牙齿松动和掉落的问题，主要是因为多年牙周炎没控制好，平时不注意牙齿清洁，加上缺牙后没及时修复，导致周围的牙齿也开始松动。老吴回家后一直在琢磨，掉牙真的和健康有关吗？60岁剩多少颗牙才算正常？掉牙真的会短命吗？牙齿和寿命之间的联系一直被很多研究盯得死死的，科学家就花了几十年的时间，追踪数千老年人牙齿状况，得出的结论耐人寻味。研究显示，牙齿数量和健康水平对寿命的影响不容小觑。以丹麦的一项调查为例，观察了573名70多岁的老人，结果发现，牙齿全部脱落或牙齿少于10颗的老人，与那些还有20颗牙的老人相比，短短5年内出现残疾的几率高出2倍多，死亡风险也直线攀升。虽然这些调查属于观察性质，不能简单下结论。牙齿掉得多，往往意味着咀嚼能力下降。咀嚼是一件小动作，但它对身体的影响是巨大。没了牙，老人们可能只能吃些软烂的东西，像肉、坚果这种高营养食物咬不动，蛋白质、矿物质的摄入自然就跟不上。时间久了，免疫力下降，各种慢性病找上门来，寿命的扣分项也就一条条积累起来了。另一个问题是缺牙对心理状态的影响，牙齿掉得多，说话漏风，表情僵硬，看着自己脸上的皱纹多了，整个人气质都萎靡不少。心理上的压力同样会削弱身体健康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缺牙的人寿命会打折扣。科学家的这些发现给我们提了个醒，掉牙不是单纯的牙疼掉了的小事，更像是一个健康的晴雨表。所以，到了老年，别让掉牙变成忽视健康的开端。掉牙背后的2大疾病。很多人都觉得掉牙是年龄带来的必然现象，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。可实际上，这种想法真是大错特错了。掉牙并不全是老年人的自然规律。牙周炎是掉牙的头号元凶，简单来说，它是一种慢性炎症。就像你房子的地基开始腐蚀一样，牙齿靠牙龈和牙槽骨固定，如果这些地方出了问题，牙齿的地基自然就松了。很多人早期会有牙龈出血、牙龈肿胀的情况，但时间一长，炎症就会深入到牙周组织，破坏支撑牙齿的骨头，让牙齿逐渐变得松动，最后脱落。另一大罪魁祸首是龋齿，大家熟悉的蛀牙，很多人觉得蛀牙不算啥，疼了补一下，不疼就懒得管，但其实龋齿的问题远比想象中严重。龋齿会从表面的黑洞开始，一点点侵蚀牙齿的硬组织，最后可能直接伤到牙髓，引发剧烈疼痛甚至感染，如果感染控制不住，就得拔牙，牙齿缺失的后果可想而知。这2种疾病的共同点在于，他们都默不作声，等到你发现问题，往往已经发展到中后期。定期检查牙齿是非常必要的。掉牙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，而是可以通过积极的预防和治疗来延缓甚至避免的结果。明白了牙周炎和龋齿的危害，再配合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完全有机会在年老时保住一口好牙，吃嘛嘛香，健康长寿。60岁剩多少颗牙才算正常？关于60岁应该剩多少颗牙的问题，世界卫生组织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。60岁时至少要保留20颗功能牙，才能算是牙齿健康达标。功能牙指的是那些能正常咀嚼食物、不松动、不疼痛的牙齿。这个数字看似简单，却并不容易实现。现实中，许多老年人的牙齿健康状况远低于这个标准。根据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平均缺牙达到10颗左右，其中大约1/5的老人已经全口无牙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这些缺牙的老人中，只有不到20%采取了修复措施，绝大多数人长期处于缺牙状态。缺牙不仅让生活质量大打折扣，
还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，比如咀嚼功能下降、消化负担加重、营养吸收不良，甚至可能增加慢性病风险。如果一个人到了60岁，牙齿数量还在20颗以上，这不仅意味着咀嚼功能完整，还反映出较为健康的口腔环境。能达到这个标准，生活中的细节功不可没，比如保持规律的刷牙习惯，定期洗牙，避免过量摄入甜食和碳酸饮料。对于那些牙齿已经缺失的人，修复工作是不可忽视的环节。无论是种植牙还是佩戴假牙，都能够有效恢复咀嚼功能，避免因为长期缺牙而引发更多健康问题。60岁时牙齿的状况不仅取决于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习惯，也与当前的护理方法密切相关。无论你现在牙齿的数量和状态如何，都可以通过科学的保护方法，尽可能延长牙齿的使用寿命，提升晚年的生活质量。如果想知道自己的牙齿是否达标，不妨先算算剩下的牙齿数量，看看能不能达到80-20的目标。如果差距较大，不要焦虑，尽快从生活方式和专业护理入手。4. 牙齿掉了，不管有什么危害。很多人觉得掉牙没什么大不了，但实际上牙齿掉了却不管，往往会引发一系列让人头疼的大问题。掉牙看似只是个小麻烦，实际上可能是拖垮整体健康的一颗导火索。掉牙后，口腔结构就会发生变化，牙齿本来是一个整体，缺失了一部分，就像齿轮缺了齿，整体咬合力就会失衡。缺牙位置的牙槽骨因为失去了咬合刺激，会逐渐萎缩，这不仅让缺口越来越大，还可能让脸型发生变化，整个人看上去老了不少。掉牙的另一个连锁反应就是对周围牙齿的牵连，缺牙部位会让相邻牙齿失去支撑，导致两侧牙齿倾斜移位，而与缺牙相对的咬合牙，由于无人对抗，会慢慢往下伸长。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会让口腔咬合紊乱，最终导致更多牙齿松动脱落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掉牙可能还会增加一些严重疾病的风险。研究发现，长期缺牙的人群罹患胃癌、肠癌的几率比牙齿完整的人要高，而牙齿缺失导致的营养摄入不足，还可能诱发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。面对掉牙的问题，及时修复至关重要，无论是种植牙、活动假牙还是固定假牙，都能帮助恢复咀嚼功能，减轻口腔和全身的健康负担。长期拖延不修复，可能会让原本可以控制的小问题变成难以逆转的大麻烦。掉牙不是小问题，牙齿健康需要被重视起来。如果你的牙齿已经有缺失，不妨尽早去找医生咨询，制定修复计划。5. 保护牙齿关键看这3点。人到老年，想要牙齿不掉、不松动，吃饭依然香，关键就在于日常保养是否做到位。第一个关键点是正确的口腔护理，中老年人应该选择软毛牙刷，用巴氏刷牙法清洁牙齿，即让牙刷与牙齿呈45度角，轻轻按摩牙龈边缘，清理掉牙菌斑。除了刷牙，牙线和漱口水也不能忽视。牙线可以清除刷牙难以触及的牙缝残留物，而漱口水能够帮助杀菌，保持口腔环境清洁。第二个关键点是定期口腔检查，很多人习惯牙疼才看医生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。牙齿和口腔问题往往有一个隐匿的过程，等到出现明显症状时，通常已经发展到中后期。中老年人至少每年做一次全面的口腔检查，包括检查牙周状况、牙齿松动度以及牙结石的情况。第三个关键点是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，牙齿的健康离不开身体的整体营养支持，尤其是钙和维生素 D 的补充，这两者对保持牙齿的坚固和牙槽骨的健康至关重要。中老年人可以多摄入富含钙的食物，比如牛奶、豆腐、小鱼干等，同时适量晒太阳，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。此外，适当咀嚼坚果、胡萝卜等较硬的食物，也可以锻炼牙齿和咀嚼肌肉，让牙齿保持更强的咬合力。老了以后，牙齿的好坏不仅关乎吃饭这件事，更决定了身体的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。正确护理、定期检查、合理饮食，这3点看似简单，真正坚持下来，却能让牙齿寿命延长不少。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，晚年的生活自然会更有滋味。结语：
牙齿的健康不仅仅是咀嚼食物的问题，更是健康与寿命的晴雨表。60岁时能保留20颗以上功能牙的目标，不仅是一项健康标准，更是长寿生活的重要保障。掉牙并非自然规律，而是龋齿和牙周炎等口腔疾病长期得不到重视的结果。掉牙后不及时修复，牵连的不只是美观和咀嚼能力，还会带来牙槽骨吸收、消化系统负担增加等连锁反应。保护牙齿健康，日常护理是基础，定期检查是保障，健康饮食是关键。这3点看似平凡，却决定了牙齿的寿命，也影响着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。抓住每个细节，让牙齿和身体一起陪你活得更久、更精彩。